那么到了美国，看看美国有一个广告是帮手机华为来宣传的广告，出现在时代广场吗？先来看看这段影片。画面上看到这时代广场有出现的电视墙是雷蒙多代言华为手机吗？然后大家看得很震惊，惊呆了哦。结果搞了半天，我们仔细去查了一下，网上这一段影片是假的啦，P 图的啦，所以根本不是这样。但显然这是大陆的的民众们对于这件事情，是硬要把它哭手来做一个反讽哦。那现在正在访问中国的还有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他也讲了一段话，帮华为说话，听听他怎么说。Yo utilizo Huawei, una tecnología limpia, buena, y además no te la pueden intervenir los gringos. El teléfono Huawei no te lo puede intervenir. Así que felicito a la empresa Huawei de China y a China por estar dando estos pasos a委内瑞拉总统强调，拿到华为手机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会被美国窃听啦。他很强调这一点。那显然的确，华为的逆袭从死地重生，的确有不断的在秒杀啦，创造销售数字啦。当然，现在都还是很多预购的这个阶段。那么网上全数售完的是包括了 Pro 版 Mate 60，还有 Mate 60 Plus 等等这些新的款，通通几乎在网络上都卖完了。那10号的时候晚上6点，华为官方再次打开 Mate 60 Pro 这些的全数的款项，的销售款哦。那目前新京报的报道是说6点08分点击下单，结果显示排队，没有过了几秒之后就已经订购排队结束，没有货哦，就是买不到。所以华为的引爆的供应链的行情里头，有很多相关的公司或者是产业股受到了激励，但是呢，事前都不知道华为要重新回到市场新机吗 ？iPhone 15这个时间点尴尬，因为刚刚华为公布了之后，马上还有限制的措施进行对于苹果的封杀，所以 iPhone 15这个礼拜也要上市，这个是大事。但是呢，现在已经对于首发地点不再是中国了，面对着中国困境的市场状况，现在选择在印度。那么中国政府跟华为是轮番给惊喜吗？在威胁苹果在国际上的地位。华为的新机呢，又秒杀之后，避险基金直接放空苹果，苹果已经连跌了几天之后，过去1周哦，股价已经整个下跌将近6%，市场市值直接蒸发1764亿美元。所以华尔街近期的很多的放空苹果的声音呢，避险经济创始人也说要做空苹果。过去有一个网络流传的金句说，华为跌倒，苹果吃饱。结果现在华为强势回归的话，苹果还能继续吃到饱吗？会影响冲击有多大呢？华为据报已经启动了全面回归全球市场的计划，所以它不只是针对中国市场，它还要到其他国家启动产品通路的市场。但是美国没有在放松的是针对人的调查。梁孟松，我们昨天节目也提到啊，被台积电视为最大的叛徒啊，甚至被说是台积电研发6骑士。结果呢，现在华为的晶片因为它而成功吗？中芯 CEO 曾经是台积电的研发6骑士啊，所以呢，跳槽到韩国三星之后，又到了华为。对于现在7奈米的技术，是不是跟它密切的关系？美国商务部说要展开密切调查，台积电恐怕会让这个过去的叛将梁孟松会遭受到制裁。那美国众议员麦考尔甚至说，中国的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供应零件给华为，违反了，但是他说似乎了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措施，要展开调查，由国会议员发动要求去调查。所以接下来被封为半导体吕布如指纹般的技术特征都被三星模仿，曾经被台积电告到输的这位处长梁孟松被当然恭喜他人就说是现代版的三姓家奴啦。但是对一个科技人来讲，他手上握有技术，握有能力挖角，当然他有他自己可以做的市场商业选择咯。但现在已经不是商业这么简单，变成是国与国中美之间的对抗的时候，那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就有待进一步看看到底怎么发展咯。那苹果是不是岌岌可危？大陆的 iPhone 禁令被说会再扩大，其中传出来呢，连核电厂内蒙古的医院全部都要限制，国企通通都在限制的范围之内，甚至这个发通社就从核电厂到偏远地区各地的国营企业主都已经被通知员工要停止使用 iPhone 了。那这些禁令呢，主动的还有各种跟随者，会使得中国大陆弃守多少 iPhone 数字，现在真的是个未知数，会不会是雪崩的数字呢？美中科技战烧到
美国的企业苹果上半年的市占率有75%在中国市场的，但是现在接下来真的是未知数。未见的挑战，不知道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个挑战，在美中越来越激烈的对抗当中，企业要想办法自保啊，连这个时代广场的广告都可以被 P 图了。显然，这个双方的这种情绪，甚至民族情绪，已经变成商业的其中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了。亮哥，你如果去问这种高阶手机啊，那情治人员一定会告诉你，它本身就是监听装置，你即使没有开机，一样可以监听。这大家都知道的事嘛，所以美国也禁止华为进入敏感场所啊，美国早就禁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跟进有什么奇怪啊？那个连北京都不准特斯拉到某些地方，他怕你会收集讯息啊。这个就是现代的具有通信功能的装置，它就是有这样的风险嘛啊。它事实上，苹果真的要担心的是说，它这个所谓抵制的范围是只有敏感场所，还是只有公务机关的官员啊？如果扩及国营事业的员工，扩及党政军，那中国大陆会超过1亿人呢，所以现在不知道了。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美国到底要怎么进一步制裁华为啦，尤其是中芯国际啊。事实上，坦白说啦，这个如果不是美国搞科技战啊，那梁孟松这样的人，你会认为有争议吗？他就是有本事嘛。是啊，他在台积电抢手嘛，因为他在台积电没有升上他希望能够升迁嘛，结果没有被挑中嘛，所以他认为他的贡献很大啊。偷窃技术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是自己的研发能力，就是另外一件事。他当初离职就跑去三星嘛，对啊。那被告是三星那一段，对。那后来他回去中国大陆啊，那坦白说，他在中国大陆的待遇比三星跟台积电都还要差。那他为什么愿意去？他年薪这个根据维基百科的报道，不到150万美元啊。这个事实上在半导体界的 CEO 是很低的，很低的。那他为什么愿意去？而且他连续2年都没有领薪水，都捐给他的教育基金。所以我是觉得他的境界恐怕不是为了赚钱的啦，他可能想要做一些事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种东西你看你用什么角度看啊？你如果说是因为中美打科技战，所以台湾跟美国都把它当作万恶的代表啊，那恐怕中国大陆的看法刚好相反，他把它当作英雄啊。事实上，中芯国际的14奈米就是他创造的，这是事实嘛啊。那他在三星也帮了三星半导体很大的忙啊。那事实上，台积电他在台积电也有很大的贡献，不是说那个创造的6骑士，他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坦白说了，这个就是台湾培养出来的天才嘛，这是事实啊。那如果没有中美的科技战，也许我们就不会用这种角度去分析它啦。我们只会说它让各地的半导体产业都得到不错的发展。也许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对不对？关键的，所以主要还是因为牵扯到政治了，牵扯到国际政治了，对啊。的确有，这个礼拜会很热闹，从华为到 iPhone 新机要发售，都有很多，大家已经很多企业家是准备要熬夜去看它的新机发表了。永明教授怎么看？华为这次是4款手机加上一个车用芯片，4款手机就是60 Pro、60 Pro Plus， 还有这个就是 X5， 那是折叠手机。那这边代表什么意思？8月29先是 Pro， 然后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另外3款出来，那也都这个公开的这个发行，代表什么？他们用的芯片技术稳定。那这里面有3个意涵，第一个产能，你发了4款的手机，那每一款事实上以任正非以华为的这个观点，他不会只做个500只，然后就赚一笔就没了，对不对？不可能这个样子。所以产能，我觉得他们是有规划到，那后续这应该可以这个表现出来。第二个良率，那就我讲的是技术的部分。然后呢，获利那获利这个，因为这是一个7奈米，然后呢加叠取得5G 的这个效果，所以呢，它的获利一定会被压缩。可是，在4款都出来，还再加上一个车用芯片，
一定有用类似的麒麟9000S 或更高阶的。那因此呢，它的获利一定有涵盖在这个里面。那代表了什么意思？短短的4年，应该更明确的讲，其实是2020的9月，什么时间点？台积电被迫停止出售高阶晶片给华为，甚至低阶的都不行，因为美国对华为是全面的这个制裁禁止，你可以出售给中芯国际这个低阶的成熟的，所以严格的讲是3年的这个时间，它就回来了，那就表示什么？那我们经常看到嘛，那中国大陆做这个高铁啊、盖桥啊、铺路啊，这个速度对不对？但是呢，品质而且它用别的方法，用制程的方式，用这个封装的方式，把它的效果达到。接下来考验当然是5奈米了。5奈米可不可以用 DVUV 来做？目前技术上说是说可以你只要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将来这个都有机会。梁孟松不要这样的角度看他，我觉得他是个天才，他只不过是服务他自己的这个工艺上的、工作上的。那特别在针对就是中芯国际的时候呢，他已经离开台积电很久了，中间去了三星。你说从台积电到三星，他可能跟台积电之间有那种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但他到中芯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呢，他协助在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战情况之下，协助中芯国际走出这个突破。我觉得其实是功在整个半导体，不是只是在中国半导体，因为你这样代表的是什么？整个半导体还是有一个整合的这个空间的。所以这个角度，当然 iPhone 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它接下来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可能会被这个禁止使用的这个中国大陆政府的这个助攻而受创。那我们就看到底这个受创会多严重，看可能今年年底就知道了。这个礼拜AI 啦、晶片啦、相关的类股科技啊，整个都是大震荡。这个其实就跟中美关系一样，都在做云霄飞车啊。我觉得华为这次当然有点石破天惊啊，市场上反应也蛮热烈，特别是这个大陆的这些抢购潮，其实有一些民族情绪在里头了，所以这个也都不意外。那接下来它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它有没有办法正常出货？如果它能够很稳定、大量的出货，那就表示它的技术确实是稳定的。因为现在外面谣言满天飞，有人说它良率非常差，然后又说它怎么样啊。那它要打破这所有谣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它很稳定的出货。那如果它能够不断的稳定出货，然后供应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表示它真的站住了它这个一个位置哦。那只是说，你说它会不会直接影响到苹果的市场？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大陆也许会，当然很大，对。可是，在其他地方恐怕很难。为什么？因为你说第三世界国家当然可能会买它的东西，可是现在欧洲跟美国对华为都是禁令啊。那请问一下，它在美国跟欧洲要怎么卖？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在这个欧美，它基本上是很难突破这个封锁。那在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华为这款机是高价机，它不是那种低价机，所以在第三世界它大概市占比也有限啊，因为毕竟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到印度去首发，不知道成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去印度首发可能会获得某一部分的成功，但是你说会多强烈的成功？因为印度政府其实对中国大陆的制裁也蛮多的，所以他们大概也会采取一些抵制的动作，所以我认为也未必会在印度获得多大的一个成果。那导致就是对世界上很多领导人，他们为了避免被美国监听，然后采用华为手机，这一点我是觉得蛮趣味。那因为刚亮哥也提到了嘛，也就是实际上美国早就禁了中国大陆的手机，那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去禁你 iPhone 很正常啊。而且我跟大家讲，未来这个禁令绝对会延伸到汽车，因为未来几乎所有的汽车都有一些自动驾驶的功能啊，它会收集一些数据干嘛？那一些都会影响到一些机密资讯。所以以后对资讯的保护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互相越信越多。如果这样持续发展下去，彼此缺乏信赖的话，到最后就是很多东西大概只有本国人才能买。美国全面在禁止对于晶片方面对围堵中国大陆的措施，不过想办法要找其他晶片的合作伙伴啊，到了越南。先看看这一段是一个哭手版本，演员伍迪哈里森啊，他谈到了俄乌战争，有用反讽的方式来演出，来看看这一段画面。The kind of guy who just thinks it's abominable when a superpower with all this military might, with no provocation,
attacks just unprovoked attacks a country that is, Iraq, I'm sorry, Korea, no, sorry, Ukraine. Terrible. 当然，讽刺的是拜登到底是哪个国家呢？他过去也曾经模仿过拜登，署名反对川普等等的。那这变成美国的一个笑话吗？但是被拜登现在到越南去访问，到河内访问的时候，他告诉全球说，美越升级要成为全面战略伙伴，要在半导体、稀土这里加强合作，亲口证实了这个双方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个晶片法案呢，接下来 Intel 在越南也会拥有15亿的美元工厂，那跟包括培训人才，还有一些供应链的组装厂，这些人力的部分也可能往越南这里来流哦。但越航也回馈给拜登什么呢？送拜登大礼，砸3200亿买了50架波音737 MAX 的飞机，这当然就是中国的订单实施，还有一大部分没办法交货的部分啊。那美国挖墙脚就有机会吗？拜登也是在访越之后呢，越共的总书记说，越中关系是第一优先，他现在已经在越南了啦，是在去越南之前曾经有这样的谈话。那所以访越成果到底如何？中国大陆专家倒是把它看得很有限，他认为东协的态度成为印太战略的破局关键，所以不见得有什么影响啦。那整个东协不选边站的态度才会成为重要的方向，并不会真的如美国所料。而毛宁回应是说，美国在处理亚洲国家关系啊，应该要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哦，不得针对第三方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但我想他是不会管这一点的，所以越南的周旋在美中俄四角关系里面微妙的进行，被称为主子外交，不选边，但是也各有好处吗？英国经济学人的分析，继克林顿2000年破冰之旅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之后，这次呢，美国要拉拢越南去对抗中国呢，在南海中国有骚扰越南渔船、油气探勘船这些事情来作为引爆点，作为安全威胁的一个一个方法哦，来接受美国的支持，所以河内就需要把美国更多的加强军事关系的要求来做配合吗？那么环球时报预警哦，社评是说，拜登来访的利弊里面分析，反而是预警越南了，并不见得对于越南是好事，各种的推动施压利诱威迫是对其他拥有独立意识国家的外交实践，可是破坏的却是越南的自主性，这是中方媒体给他的分析跟判断。但拜登会理强吗？那有一个花絮啦，就是说在越南的一个记者会受访的现场，因为可能是晚上了，记者一直追问啊，就他回答说我要睡觉了，所以他不接受访问了啊。那这个画面呢，当然也引起外媒的一些注意。但拜登现在说他已经会晤过李强了，很多的国内问题使习近平分身乏术，也就是说，他一直告诉大家说，中国的经济是不好的，因为经济的危机忙得不得了，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入侵台湾哦。这个是拜登讲的话。因此呢，当一些新闻分析里面说，这个习近平掌权后第一次缺席G20啊，一直聚焦外媒，就一直强调把它分析导向为，是因为中国新版的地图引起邻国的抗议，那所以避免去这个会议上引起更多的争议，或者是《纽约时报》还特别讲啊，从20国峰会主办国印度的这个角色来说，把这个主角让给了印度，也是缓解印度内部反对势力批评，试图跟习近平改善关系这样子的心态，甚至有比较重的话说是皇帝心态。当然这是西方媒体的观点了哦。亮哥怎么看？就从拜登到越南去，跟这个G20之后的后续发酵。这个拜登市场有给印度面子了，因为印度后来还是通过了联合声明嘛，本来大家都认为会写不出来。那美国放弃了谴责俄罗斯，这是多大的让步啊！所以乌克兰非常生气啊，因为印度不可能谴责俄罗斯嘛，所以后来那个联合声明写出来了，很多人都认为是 G7 对俄乌战争谴责俄罗斯的部分做让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非洲团结联盟加入了 G20， 那这个案子是中印已经提案好几年了。美国都一直挡啊，挡到这一届终于让他进来了啊，这也是给印度面子啊。不过我觉得印度
他所求的不是这一些而已啦，他希望能够让印度的电商能够对外有一些发展啊，等等啊，不容易啦啊，因为毕竟你的对手实在比你强太多了啦啊。我讲了，他的对手当然就是中国啦啊，而且印度的 GDP 只有3.4兆，也距离中国太大了啦，中国有17兆多，所以你也撑不起你想要做的架构啦，就是说你也玩不起大车啦啊。不过总之啦，就是印度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说左右逢源，那印度叫做八方逢源呐，你知道吗？那所有国家都给他好处，你不觉得吗？哦，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他啦。真的，就他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充分利用了各方的矛盾，然后得到对他的好处嘛，这是事实啦。我觉得越南也是这样。哦，越南事实上，坦白讲，现在东南亚大概除了菲律宾跟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之外，其他都不愿意站队了，连新加坡都不愿意站队了，何况是越南？越南还跟美国打过仗对不对？而且这一次美国是带礼物来的美国愿意在你这里发展半导体那越南在那当然很希望能够发展成熟制程嘛那不管他未来能做到什么程度啦，至少内用嘛。那我觉得美国要帮他忙，英特尔、美光来投点资是有可能的啦，非常有帮助产业升级啊。对越南来说至少他可以自己做啦，不然你怎么跟中国竞争？没有办法。中国的成熟制程的规模比你大太多了，所以他也别想外那个出口啦，不可能啊，你一定比中国贵很多啦。可是至少你可以自己用嘛。没错。那当然，美国也愿意帮他开发稀土啦。所以你看越南也给他回报啊，就是我买你的737波音嘛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未来可能会在军事上，然后送给越南那个我们说那个巡逻艇就是让他去保护他的渔船然后让越南跟菲律宾共同来监督中国的渔船那这个部分是符合越南的利益啦。那可是你说要再进一步跟越南建立军事上的关系，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越南也蛮有戒心的，他怕 CIA 怕死所以他不可能跟你太接近可是军事上的采购，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有限的合作就是所谓越南的竹子外交，争取自己国家最大的利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访问越南，教授怎么观察？拜登刚跟越南签了这个全面伙伴关系，但也是越南的第5个国家。那越南的政治制度跟中国大陆不是一样的吗？那如果你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有意见，那为什么跟越南这个签了一个伙伴关系？你讲人权的话，其实印度莫迪政府对于穆斯林的待遇，哇，那是全世界人权组织都批判的。所以现在讲越南，大家都认为说是越南像竹子，然后呢没有错，他是想要做平衡，两边都得利在这个时间点，另外一个小印度一样，大家都需要它，而且它的制造业真的可以这个获利。可是我觉得越南根本就是中国 Plus， 或者叫中国延长，在供应链、在转口，甚至洗产地，它是整个美国在制裁中国的科技，然后呢，希望供应链能够移转到近岸或有岸的这个外包，越南算有岸吧，但是呢，实际上是中国的供应链延长变成亚洲供应链。那现在中越的供应链合在一起，在物流上，在人才上，越南你听说过什么很伟大的这个大学，这个全世界排名前100名吗？它的这些人才技术人员哪里来？高科技，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越南根本就是在这个中美的贸易战之下的获利所在，是中国 Plus 这个理解，我觉得比较精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中美对抗里头，当然对于习近平没有去G20，有很多西方媒体的评价，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这个评价非常的两极哦，像你们这边引的这个，就是说哇，他是个皇帝心态啊，只想去他能够做老大的地方去开会，那其他的，要不然你就是要来中国来拜见我，不然的话我根本懒得跟你见面。那可是另外一派讲什么？讲说现在中国内部危机重重啊，他已经就像拜登讲一样，他分身乏术啊，内部有很多不稳的状况，甚至前2天不是还有个消息吗？说什么曾庆红大骂他，然后怎么样的。然后说，好像习近平面临领导危机啊。那这2天甚至还有人在传说什么，继那个秦刚之后，那个李尚福也失踪很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是一个一个被消失吗？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当然啦，因为对中国大陆的讯息相对没那么透明，所以他们对习近平多所猜测。可是他们都喜欢朝一些在我看来有点稀奇古怪，甚至不可思议的方向去猜测。这是我觉得蛮奇怪的。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当然他不参加集团里，当然有他战略上的考量嘛，而且他也不是完全不重视。如果他不重视的话，他派李强去干嘛？那李强就不要去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他还是有派人去，表示他还是相对重视这个集团体嘛，只是说他自己认为他另外有其他的安排。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对不起，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教授，也是资深媒体人。大家好。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不好意思，我看到的顺序不太一样，然后看到本人就知道了哦。来看看一个最新的民调数字，不过这很特别，这是 TBS 针对特殊的选区分区所做的民意调查。赖品妤云豹小公主，最近还有个新称呼叫做100万小公主。她的民调数字如何呢？在这个我们细指啊，我自称细指王小姐，很关心这份民调。细指赖品妤的民调数字现在是31。对上了廖先祥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47个百分比，这个落差非常的大。那么，尤其是在各自认同者当中，民进党认同者当然赖品妤有7%，那国民党认同者廖先祥拿到85%之外，民众党更是关键了。64%的民进党支持者支持的是廖先祥，尤其是年轻选票，大家看的是更有意思了。照理说，赖品妤过去都是拿年轻选票为居多，但是这一次20到29、30到39。他只拿到了25个百分比，但是廖先祥拿下了50%，所以对于年轻朋友来讲，赖品妤的选票是最大的损伤。60岁以上，廖先祥当然占优势哦，这是可以想象的结果。但年轻选票无论如何是最特别的。那么太阳花随着蔡英文是不是就结束了那个世代发光发亮09万发大财的年轻人的相对剥夺感？他们表现得如何？拿了不是自己适合的位置吗？还是说得到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其中林飞帆现在退立委了，当然他还是有其他的职位，基金会各种的职位，薪水还是很好的。那陈柏惟被罢免了，林长佐不选立委，差点被罢掉嘛。王浩宇直接被罢免了，这是太阳花世代。但是另外一个独家消息是赖清德今天秘密去了埔里，当然这个来源是来自于《自由时报》，说是有一段暖心的故事。他到南投埔里乡是秘密去的去看的是弱势的一个灵性的阿嬷。他的铁皮屋2年前是台南做工行善团协助帮他盖的，修缮的啦那赖是当时是台南市长号召各职业工会团体成立的这个组织去帮他修复完成的，说是帮万里老家违建走关怀路线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路线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赖清德说，万里老家没有违建与否的问题，门牌就是证明。像这样弱势人家的家庭嘛，铁皮屋就是要想尽办法帮忙修复的呀。然后第二步就是赖品妤帮忙跳出来说，矿工寮的悲歌怎么可以去政治操作欺负他呢？当然还有接下来作家杨所把他赖清德出生之后，父亲就不幸在95天矿灾丧生的消息拿出来告诉大家，统工寮是不近人情的。事实是什么？真相是什么？有没有违法？不重要了吗？老人会是他一个很主要转移的方式吗？例如总是能够创造巧合的赖总两位大学生记得大家这个画面印象都很深刻突然在东海商圈里面碰到了2个学生，便利商店里面这么巧，而且直接跟赖副总统说，
补助了这个学费政策呢，让他们都减轻了很多负担，现在可以不用打工了。明明这个补助措施还没有上路，那或者是老人到了选举真的很抢手，阿嬷们那很红啊哦。我们看到侯友宜抛的是有感老人政策，也是去南投哦，他还要帮阿嬷按摩抓龙，说舒服吗？哦，阿嬷说很厉害，很舒服。那郭台铭到夜市去说要接地气，很有意思哦，是很多年轻人冲上去，还有亲线吻的。说他叫爸爸，当然也是有他的原因，但同时，美国智库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居然在一个报告里面告诉外界说，认为郭台铭胜选是中华民国主权交给中国，对于美国利益来讲是最危险的。郭台铭今天回应了，他说：“身为企业人，我的当选跟出现对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我是最有经验也能做好的，他的回应是如此哦。但现在究竟还需不需要整合这件事情？怎么整合这件事情？刚刚我们看到 ET 的民调里头，侯友宜冲到第2之后，还冲了5点多个百分比到了第2名。如果这么高的话，那这个整合是什么样的方向？当然就不一样喽。那当然，这个韩国愿意当统哭促成在野整合的消息是邱毅说的，其实也是邱毅对于韩国瑜提出了这样的说法。韩国瑜的回应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前提跟条件嘛，是有必要，而且国民党中央也愿意授权才有的谈啊。那如果党中央觉得没有必要，自然也没有空间。所以郭台铭回应哦，他的回应是支持韩国瑜的看法，乐见其成。那赵少康也说，侯友宜马上就要去美国，郭台铭也还没开始联署。那10月下旬有点眉目，也许差不多再谈，也许是可以的，因为赵少康也曾经说要当统姑啊。柯文哲立刻给予正面回应说，大家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也没那么严重啦。那其中一个曾经挺郭站在台上的杨志良前署长更是有意思的，他挺完郭台铭之后，又发了文章要他退选嘛。那大家又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发文前后这样的发展不一样呢？他就说，因为我爱郭董，所以才写这样的文章。亮哥怎么看呢？在一些最新的民调数字里头，包括在赖品妤的选区也出现了很不一样的变化。事实上我也问了李永平啊，廖先祥本来就是在地基层实力非常强的市议员啊，他的得票非常的高啦啊。那赖品妤当然自己要检讨了，因为我是引述李永平啊。他说赖品妤本来在地方的协调会或者是会刊啊，他本来就是不常出席的啊，所以就基层来讲，本来他当立委这期间就有一些不好的风评啊，那再加上这件事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民调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啦啊，那当然后续他也不是靠什么太阳花当选的啦，不是啦，他父亲本来就相当有实力。而且有新潮流整个系统啊，那沈发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协助者，所以基本上这个跟太阳花没有关系啦。太阳花又哪有一个可以立刻选上立委的？基本没有啦啊。不过就是说他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靠爸爸的比例大很多啦。他是有点可惜了。事实上他是本来是有一些空间可以来表现的啦啊。那我们现在也不记得他在立委任期内做过哪些引起大家注意的事啊？没看到我只记得一些 cosplay 的照片这样啊。那我觉得韩国瑜要介入协调啊，他基本上还是要，如果真的要朝向整合要有效果，那基本上还是要经过朱立伦授权。是，这是重点，他也是这样认为啊。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抓得到要害了，因为他知道这个过程就是朱侯要跟柯见面嘛。因为有一些是党务嘛，比如说区域立委提名，那有一些是候选人之间啊，所以诸侯跟柯是一定要见面的啊。大概侯友宜从美国回来吧，我估计大概就9月下旬或10月初了啊。那可是你不可能见一次就有结果啊，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双方的信任，因为他跟双方都有一定的熟悉嘛啊，然后像是润滑剂啦。还有提出点子啦啊，他是点子王啦啊，我觉得他的作用大概是这样，他可是必须要让双方知道提供这个角色的目的啦。这个事实上我也提过这个 idea，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学校教冲突管理啊，美国冲突管理有一种角色的扮演，那个人叫做引导者啦，哦，我们叫 facilitator， 就是冲突双方怎么样达成决议啦，怎么样达成共识啊？
那个人就要有一定的经验啦，那提供这个一定的润滑剂啦，然后增加双方的信任啦。那有一些大家不方便说的话，他要代替嘛之类的啦。不过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这大概就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诸侯总是会见面，那一开始见面也不可能一次全部谈完嘛。而且据我了解，民众党一定会要求要有一些政策上的交集啦，那这个可能双方也要做一点准备啊。那如果有韩国瑜这样的角色，我认为就有助于比较快，真的达成有整合意义的结果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各方都觉得好事啊，所以就是希望能够赶快来促成啊，因为我认为啊，侯友宜事实上从美国回来之后，接下来从10月，我们知道10月12号，中国大陆就要公布第一波的贸易壁垒调查，是，坦白讲，从那个整个氛围啊，然后一直到结束是1月12，刚好是投票前一天，那3个月啊，我讲白了啦。那个两岸紧张的氛围就会出现，那个不是军事的，是经济的啊。那大家也要针对这个可能即将来的山雨或风暴，要提出作为嘛，对不对？绑好安全带。而且到了最后1个月，讲白了嘛，那个大概12月中，那个义务役的那些大专兵就会收到兵单了嘛。那1月1号就要去服役，明年要当兵啦。是啊，那第一期据我了解有9000多人啊，那这个一定是新闻嘛。你去想想，到时候12月中开始，那个各媒体会去追啊，问这些大专兵心里怎么想啦，然后到各营区看是不是有准备好啦，等等嘛。所以很难避免战争与和平不成为议题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侯阵营跟柯阵营啊，再怎么样，他们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啦，就是说。侯友宜回来之后，那整个氛围，实际上侯友宜自己也要了解了，就是他去美国一定会谈到两岸嘛，那回来之后就是两岸的实际的氛围就是这样，那他要提出有别于民进党的做法了，因为这个贸易壁垒，你几乎可以预期民进党又是从上到下骂声一片嘛，那王美花已经又是两手一摊，摆出没有办法的样子。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在野党能够提出让老百姓有信心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因为最近选局当然会一直不停的在变化当中。侯友宜这个礼拜出访到美国去，可能也是一个转捩的关键点啊，彬哥。我觉得这个 TVBS 还蛮特别的，这么早就开始对区域立委做这样的民调，还蛮特别的。但当然，特殊选区啦。对啦，因为赖品妤最近刚好是风头人物嘛，所以大概就是有点指标性，所以他就做了。那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包括民进党自己认同的，民进党认同者都只有71%支持他，表示这一阵子他确实有伤到连他们自己党内的人都不是那么多人支持他，所以他这个就表示他真的陷入危机了，表示他这一阵子民进党的操作显然是不是像他们自己所想的这么成功的。那廖先祥现在看起来是在各年龄层都赢他，可是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判断的居然有56%。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的知名度还是太低，也就是除了在地的一些人之外，知道他的人真的不是那么多啦。因为你也是戏子人啊。对啊，我是戏子。说真的，我也是这次才听过他，我以前真的没怎么听过他。所以当然这就是他必须要去努力的，因为赖品妤过去他知名度一直相对很高啦，那这是赖品妤的优势。那廖先祥在这一点就要去加油。那现在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老实讲，这个民调我也不觉得代表什么，这只是代表这一段时期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民进党一定会有很多人去帮他辅选，不要忘了他爸是赖静玲，所以很多人会去帮忙的。那这也不算是太阳花世代的陨落了，因为说真的，就像刚那个亮哥讲的，除了他爸是赖静玲之外，最主要是沈发会在那边已经经营很久了。对啊，所以沈发会在那边的实力其实也蛮强的啦。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小觑了赖品妤，我觉得这一战并不会像现在民调显示的差距这么大。那至于说赖清德这个秘密探视普里阿嬷，我知道大家都要打这种温情牌什么，这个都 OK 啦，因为侯友宜这个其实也是在打温情牌嘛，什么俩零这些东西。但是你也不要说秘密探访好不好？都有媒体直接登出来是秘密在哪里啦。
然后给自由独家。对啊，现场全部都登了，这叫什么秘密啊？我不知道你们的秘密定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我知道，为了抢救他这个违章建筑的危机他们是不断的打出这种什么矿工的儿子啊，然后他爸爸罹难啊，什么一大堆这种温情牌。可是说真的，你们不能针对问题来回答吗？就只有这样东跳西跳吗？然后你说公寮不能够认定为违建吗？他该违建还是违建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讲啊。那实际上这些东西也不是没有合法化的空间，是他连申请都没申请。你为什么不去申请呢？所以我觉得，尤其是他是现任的副总统，他将来还是有可能会当总统的人，一切按照规矩来很难吗？所以我觉得不要用这种转移目标的方式，有的时候看着让人家觉得有点肉麻，而且毫无意义啊。那当然，也许他的支持者觉得很 OK， 但是我必须讲，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年轻人跟中间选民的认同。对他来说，同温层他已经很厚了啦，那个不需要他再去努力了。所以如果只是单纯放在巩固同温层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赖清德大概永远还是停滞在那30%几、40%啊。那至于说在野到底如何整合的问题，讲实在话，我一直觉得在野整合是很困难的事。虽然韩国瑜说他愿意出来当统哭，可是请问一下，他到底要怎么当？因为我今天听到国民党的回应，就是乐观其成。党中央的回应吗？不是说没有回应？对啊，有那个后来回宽裕，应了。对啊，那乐观其成这种回应很奇怪，因为正常来讲，韩国瑜是个没有党职的人呢，他也不是党主席，所以如果真的要韩国瑜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党中央可不能乐观其成。你要赶快积极去找韩国瑜来商议，你要给韩国瑜多少的授权，你希望谈出什么结果？因为没有朱一伦授权，请问一下他怎么谈？他根本没办法谈，对不对？别人也不会相信他，所以代表尊重啦。是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心要谈的话，动作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这样在我看起来，其实给我的感觉是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很想谈。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等的时机应该是要等到那个侯友宜回来。因为现在侯友宜民调也正在上升中嘛，所以他们认为再持续拖下去，可能民调会对他们更有利，他们找到最有利的一个时间点来谈。但是不要忘记了，对你有利的时间点，别人就不见得愿意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拿捏真的是很有学问。教授，这个民调其实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在那个年轻人那一块。那廖先祥其实领先的蛮多，这当然是因为最近这个事件的反应那也显现出廖先祥其实基本上没有决定的人那么高，大家对他的了解度还是不是很高。但是这个周末另外一个民调，另外一个有台的民调显现出这3位就是赖侯柯他们只做这3位。那我觉得年轻人他真的反应一直蛮一致的，就是说。在侯友宜年轻人的支持度上，其实是有这个增加的空间的，蛮大的空间的。大概在50岁以上，其实他是独占鳌头；40到50呢，其实是这个赖清德领先。但40岁以下大概不一定是绝对柯文哲，可是侯友宜真的是要这个加强。因此，这个学费的问题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赖清德这个学费问题是打到痛处现在其实很多的家庭对于私立大学的学费负担是很沉重的，那跟国立大学学费有的时候可以差到5万块以上。那因此很多私立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的这些中下阶层，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念的都是私立大学，因为国立大学比例并不高嘛，所以这个生活学费以及打工的压力，你都可以想象得到。那私立大学又有面临就业以及升学的这个压力，竞争上，他也就了解到现实世界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3万5千块，只是多花了219亿，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可以讨论。那但是侯友宜第一时间是觉得这是政策买票。那我觉得侯友宜，那你就要提醒自己的青年政策。他说我会青年政策。这个选上之后，我会到国会报告，因为他很重视这一块。但是你不能只谈形式，你要把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其实要争取年轻人的他们其实对于3个候选人，除了有个人的偏好、政党的偏好，还是在看牛肉所以我觉得时间点去美国，现在他要去3个地方：纽约、
华盛顿、旧金山啊，纽约主要是在 Newark 那边的这个侨社，我没有参与了，那我只是听他们说啊，在布局，在做准备，14号就会前往。的的确确，他们觉得以现在慢慢进入到就是这个渐入佳境的民调，纽约的回来，美国的回来会可能至少持续现在的情况，甚至会再增加一些。那但是关键是，你见谁，你讲什么话，对方讲什么话，你见谁，你讲什么话都可以准备，但对方讲什么话，所以这个要注意到，因为媒体会传回来。所以呢，我是觉得，在这个纽约这个跟华盛顿还有旧金山之行啊，其实侯友宜这边要好好的操作。那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回来能够继续的在也是领先的话，然后进行再整合的话，现在各方面大家都谈嘛，包含韩国瑜，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呢，你要让你的民调领先，美国行要能够不失分，要略微加分。青年政策一定要具体的牛肉要提出来。我已经看到行程表了，17号往华府这边哦，拜会侨社更是关键。有没有可能见到官方的人呢？还是都是国会议员的代表？目前就看他在美国的表现喽。